下面我们进行舌尖前音声母 z、c、s 和舌尖后音声母 zh、ch、sh、r 的训练。普通话的声母中有舌尖后音 zh、ch、sh、r 和舌尖前音声母 z、c、s 两套。这两套声母是许多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因为在很多方言中没有舌尖后音。有的方言虽然有这两组声母，但是分合情况也和普通话不完全相同，所以这两套音很多人在讲普通话的时候都会混淆。我们通常把这两组声母混淆的现象叫做平翘不分。平翘不分也是普通话测试中最常见的声母的系统性错误。要发好这两组音，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两组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区别在哪里？谁来回答我呢？老师，我来。舌尖前组是 z、c、s，是舌尖和齿背成组。舌尖后组是 zh、ch、sh、r，是舌尖和硬腭前成组。回答得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舌尖前声母 z、c、s 的发音。先说一下成组的部位。刚才我们说成组的部位是舌尖与齿背，有的教材上说是舌尖与上齿背，有的同学感到是舌尖和下齿背。舌面与上齿背成组还是和下齿背成组，只要音感上差异不大，其实都是可以的。不过从播音训练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使用舌尖，或者是尽可能的靠近舌尖的舌面与上齿背成组，这样有利于将来我们进行吐字归音的训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韵母舌位比较靠后的音节来找舌尖与上齿背成组的感觉，比如说岑、森、曾、苍、慈。对。那么我们先来看材料，发一下舌尖前音的练习。杂、则、子、在、擦、辞、飒、思、塞、栽赃、在做、猜测、草丛、仓促、苍翠、层次、洒扫、色素。发音部位呢没有问题哈，但是你明显的在大部分音节的时候用的是舌尖和下齿背，然后用舌面的前部呢跟上齿背成组，但是你有一些音节发的还是用上齿背成组的，比如说仓、促、促这个，对，你来发一下试试。仓促、促，对，你发这个促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用的上齿背啊，明显感觉非常明显。那么你可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用这些你使用到上齿背的这些音节来带你前面的没有使用到舌尖和上齿背的这些音节。好，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叫做以好代差。对当然我们前面的也不算差哈，只不过是说我们的要求更高一些。那冯蓉蓉，来，你来试一下。杂、则、子、在、贼、擦、栽赃。好，可以了。那冯蓉蓉同学的舌尖的感觉明显的要好很多，声音听起来就干净了好多。好。下面呢，我们练习舌尖后音声母 zh、ch、sh、r。这组声母的成组部位是舌尖和硬腭前。我们来发一下舌尖前组声母，找一下硬腭前的感觉啊，比上齿龈稍微靠后一些。zh、ch、sh、r。好。练习前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发音时要注意舌尖要翘起，指向硬腭前，不要靠前在上齿龈，比如说 z、ch、sh。那么，如果是这个部位的话，容易跟舌尖前音混淆，但也不要过于靠后，比如 zh、ch、sh。那么这个呢，不利于将来的吐字归音，发音呢不够清晰。第二个问题是，舌尖要成组，不要发成舌叶音，比如说 zh、ch、sh 那么发音时
声母的后面如果不是元唇元音的音节呢，双唇不要有撅起的动作。第三个呢是日声母的发音，日声母的发音比较特殊，日是浊擦音，但是摩擦的程度比诗要弱。比如说人，那么我们几乎就感觉不到它的摩擦的动作啊，语音学上把它称之为无擦通音。由于吐字归音的要求，我们练习的时候要注意，让舌尖与音腭前要有一点轻微的摩擦动作，否则就像零声母音节了。有些方言这个声母它就是零声母音节，比如说东北人，东北话当中就会发成东北人儿，是吧？哈，东北人儿啊。与之相反，另外一种情况是发日音时，舌尖碰到了硬腭。我们知道发擦音成组的部位是靠近，而不是闭塞。那么这个部位一旦舌尖碰到了硬腭呢，就会发成了类似于浊边音了。比如许多南方方言呢，就把日发成了，把不让发成不让。对，这样的错误在声母中也是比较明显的系统性错误，要注意避免。好，那么接下来看我们的材料进行词语的练习。谁来？扎、褶、罩、周、插、掣、吹、舌、使、惹、揉、战争、制止、查抄、惩处、山水、仍是、仍然、忍让、软弱。发的还是不错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是绕口令的练习，我们3个一起来。好，4是4，10是10，14是14，40是40，谁能说准40、14、44？谁来试一试？好，那么刚才蓉蓉在发40的时候呢，有一点撅唇的动作，对，这个刚才我说过了啊，我们不是舌叶音，我们就是翘舌音啊。我们发的时候呢，这个音节应该是展唇的，在下面的练习当中要注意到啊。好，那我们前面说过，平翘不分是很常见的声母的发音错误。这里呢，我再出一道思考题：如果有的同学平翘不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帮他辩证呢？在前面几组声母的练习过程当中，大家已经知道了对声母的系统性错误的辩证的方法。对于平翘声母混淆的情况，我们如何进行辩证呢？首先，还是辩证二者的异同。那么这2组声母基本上都是塞擦音和擦音。这2组声母主要的差别也是在发音部位上。知、吃、诗常被称为翘舌音，发音时舌尖翘起来，顶住硬腭的前部；而发滋、呲、丝时，舌尖是顶住上下齿背，不卷舌，又称平舌音，气流从舌尖和上齿背的间隙通过。那么第2步呢，还是记字音，我们一定要区分读、知、吃、诗和滋、呲、丝的字。我们的教材当中和很多普通话的训练材料当中都有知、吃、诗和滋、呲、丝对照变音字表。我们还要注意广播电视当中的发音，逐渐养成好的习惯。在记忆的过程当中呢，也可借助形声字偏旁类推，利用普通话声韵拼合规律等来帮助记忆。多听、多练、多记，掌握方法，以好代差。此外呢，我们还是可以进行词语的对比的练习。那么我们这些对比的训练材料，希望大家在课下认真的练习。总之，我们一定要用心找到方法，这样可以在语音练习的时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信通过以上的方法呢，只要你们能够坚持持之以恒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一定能够改正语音的错误。好的，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声母的练习先到这里。希望同学们根据所学的普通话的声母知识，结合自己的发音实践，注意勤加练习，把这组声母发得更加规范准确。